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对于这种10万块钱上下，并且还是一个 MPV，连想都不敢想。拆完之后，一看铝合金的，我赶紧去上楼呼唤我们的其他小伙伴。里面还是一个6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那我是主持人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冰块。今天呢，就到了这台50凯捷的拆车现场了。当然，我们前2天呢，也是在静态这块呢，除了有一点点小的配置上面的我不如意地方啊，其实整体来说还是 OK 的。尤其是在动态的时候，底盘这一块还是让我非常非常吃惊的，因为它的底盘质感是在我想象之上的这种感觉。当然还是老规矩啊，如果没有看过我们之前节目的话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然后包括我们的网站3w 大飙车全拼.com。跟着冰块玩专业车的时候呢，我的确啊，说这个车的一些里面的布局呢，和奥德赛是有点像的。譬如说那个备胎的位置，对吧？后排的下面的那一个空间是有些相似的。之前的确拆过了几台 MPV，有点像奥德赛的话呢，也是有的。比如我们之前啊拆过比亚迪的宋 MAX、吉利的嘉际、广汽的 GM6，那现在改名了，叫做 M6。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这辆凯捷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依然是老规矩，在说前后防凉之前呢，也是先看一下发动机舱里面的那点事儿。那首先呢，打开引擎盖啊，我们看到两侧呢是有液压挺杆，其实这也是我没想到的。对于凯捷这款车呢，挺大个儿一个 MPV， 还是10万块钱上下，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啊。上面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吸音棉，并且呢整车的蒙皮呢我也都测试过了，是普通的钢板冲压的形式。好，我们来看一下发动机舱里面吧，先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油液的位置。左边这一侧呢没有相应的油液的灌注口，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是有2个空调的高低压的注入口的。那这辆车呢，的确我会看到它是有这种发泡的材质，把它的压缩管包裹一下，缠上以后呢会好一些，会让它的效率呢有一些增长。现在这种管呢分为2种，液管和铜管。那这台车呢是属于这种液管的形式。左边呢也是会看到相应空滤的位置，然后打开3条螺栓就可以进行相应的更换。然后再往下看呢，会看到进气有一个小盒，这个呢其实我们在很多车上面都会看到的，它学名啊叫汉姆霍兹室，主要作用呢是消除震动和噪音的这样一个功能。当然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说需要大量吸气的话呢，它里面是可以储备一些气的。再往右呢，会看到它的膨胀壶，沿着管线呢，并没有找到相应的单向阀。欧洲车几乎在很早的时候就不用单向阀这种设计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会看到呢，有些比较老的美系车，包括说现在很多的日系车和韩系车都在使用这种单向阀的这样一个东西。相对而言呢，它的安全系数会低一些，是因为呢它里面的压力比较高，所以说如果你的散热系统出现问题的话呢，它可能会产生高压蒸汽，操作不当的话呢可能会烫伤。但是为什么会有单向阀？在早期去设计整个水路循环的时候呢，还没有非常科学的通过一些管路呢达到很好的循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增高它的压力。后来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对吧，通过更合理的布局，可以用低压的方式呢去保证它整个的循环。所以说你看德系车很早的时候就不用高压散热的这套系统了，会用这种一体式的膨胀壶。然后我们再往上呢，会看到它的刹车油，刹车油呢是 DOT4 的级别。把这个发动机罩给打开，后面还是有非常厚的吸音棉的，但是它这个材质啊是一个硬的材质。它的刹车泵是有一根非常粗的管线连接到发动机右边的一个类似于像阀体一样的东西，这个的作用就是机械的给它提供真空的助力，只要你的发动机还在转，刹车助力就还是会有的。就算是你突然说发动机灭车了，只要车还在行进，只要还带着档，你的刹车
就是有的。在发生危急的时候，比如说你车撞了，车我还得往前走，你还有几脚刹车可以踩。这种机械式的呢，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呀？就是它不需要太大的那种储气罐。再往右看就可以看到它的电池，上汽通用50，然后是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骆驼电池，容量呢是55安时。正极这块呢有一个黑颜色的盖，打开会看到正极的端子。这块呢提一个意见，就是你的这个十字能不能画一个红的，让标志更明显一点。电瓶的左边会看到它的行车电脑，在电瓶的靠我这一侧会看到它的变速箱的电脑，也就是 TCU 的东西，也会看到它的行车电脑上面写的Continental 大陆制造的，变速箱电脑是博世制造的，玻璃水的位置也是靠右，靠下一侧，和膨胀壶离的是比较近的，这块要注意一下。我也会给工程师提一个意见，就是你能不能把玻璃水这个盖给换成蓝颜色的。其实我特别希望这个东西吧有一个全球的标准，我觉得这个有规矩啊，有规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就像我们的评分表一样，就是有规则呢，什么事儿都好办。那这台发动机呢是一个 1.5T 涡轮增压的发动机，是一个4缸的横置的，最大的功率呢是108千瓦，最大扭矩呢是250牛米，水平呢其实也算是中上等吧，基本上呢和大众的 EA211就是 1.4T 那一款呢是差不太多的，排量差了100cc，它的动力呢是非常相近的。EA211呢是110千瓦，这台呢是108千瓦，差了2千瓦，然后扭矩呢是一样的，都是250牛米。这台发动机呢是来自于通用集团的第3代小型发动机，它的全称呢叫 S-Tech 3型。那它发动机呢现在一共是有2个排量，一个是1.4的排量，然后是有1.5的排量，型号一共是3个型号，分别是 LCU、L2B 和 GO， 分别代表的是1.4自吸、1.5自吸和 1.5T。 那这台发动机的型号呢就叫做 GO， 这也是通用集团包括说国内很多车型都在用的。这台车啊，我们虽然说看到叫做50，对吧？但是它的全称小伙伴记住啊，它叫上汽通用50，所以说它里面很多东西呢都用的是通用的技术。大明话呢，其实身边还是认识几个工程师的，他就跟我说什么呀？就美国车呢，其实它的技术储备是非常强的。举例啊，底盘对吧？德系车底盘整个总工程师只有一个，但是美国不一样，底盘它分得很细，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人去负责这个东西的开发。其实美国从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科技储备，包括说它在其他的一些地方的科技这块东西还是很厉害的。就是我还是会说什么呀，咱们呢不要有太多的所谓民族情绪啊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去勇敢的去看到自己的问题和承认别人的优点，我们才能够去进步。我们不能说天天的我们就是强，我们就是强，我们就是强，然后我们就不努力，我们就不努力。其实你还是在原地踏步，人家在进步的时候你就在退步。所以说呢，要看清楚别人的优点嘛。这台发动机呢，基本上是从2013年开始正式的使用的，那到现在的为止呢，也是经过大概7、8年的时间。对于一台发动机而言呢，它还是比较新的。在这7、8年之间呢，对于这台发动机来说呢，并没有看到相应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挺好一件事啊。它的喷射系统呢是一个气管喷射的形式。现在可能很多小伙伴说啊，我就要直喷的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是一个2方面的，直喷有直喷的优势，气管有气管的优势。这台发动机我们说，无论是在2000转的时候，还是在开的过程中，还是在怠速去测试的时候，是属于比较安静的那一类，就是因为它是气管喷射。如果是直喷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直喷的高压油泵的。大多数的直喷发动机，它的噪音都是比较大的，就是哒哒哒哒哒的声音是很响的。但是呢，我不否认啊，直喷发动机它的喷油压力会更高，喷油的雾化效果会更好，它的燃烧会更好一些，这是它的优势。但是还有一个我会认为是一个不得不去重视的点，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用车环境而言啊，积碳是一个你不可能去回避的问题。我们其实不光光要去关注缸内积碳，进气门积碳也是非常严重的。气管喷射的形式就是会对进气门的积碳清理有着非常好的先天的条件。像这种气管喷射的话呢，你要是用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的大蓝瓶灌上，您放心，整个燃烧室包括说进气门这块都是能清到的。再看左侧呢，是有2个控制阀，控制的是2侧的凸轮轴。
头，一个是进气，一个排气。这个台车呢是一个双 VVT 的系统，然后我们还是会看到有很多管线是被这个铝的材质给包裹的。一般来说呢，发动机舱里面的管线呢是不太会有这种额外的隔热这些东西，这种铝的包裹呢的确会对隔热的效果会好一些。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缸盖呢是一个铝合金形式，下面呢也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所以说这个车呢也是一个全铝发动机。这台车呢是一个正制式的发动机，它的排气在前，它的吸气在后，这块的热量会更多一些，尤其是涡轮增压器这块上面还是有一个隔热的铝板呢，防止烫伤的啊。这块没啥，千万别摸，这块是非常非常热的。当然，这台涡轮增压器呢是一个小号的低惯量的这样一个涡轮增压器，就是它会更容易推动一些。我查一下资料啊，是30提供的一个涡轮增压器。然后呢，我们也是会看到后边它的防火墙这边呢也是用非常大的棉覆盖的，它的 ABS 泵呢是在最左侧这个位置也没有问题啊，已经离防火墙非常近了。发动机舱里面呢，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那么现在呢就把这辆车给抬起来，把前后的杠皮拆掉，看看这台车的前后防撞梁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现在呢已经把前后的杠皮给拆下来了，但是依然是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呢会有一个跟着大冰块去了解一下拆解要点的这样一个视频，有这个方面诉求小伙伴别忘了周五的时候呢去看一下相应视频。拆的过程中呢也是会发现这台车的杠皮这块啊还是真的挺硬的，没有想到，因为我们会觉得这车呢，对吧？你说里面有点像这个奥德赛，一说奥德赛呢，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日系车、韩系车那种薄皮大馅那种感觉。但是说从这个前后杠皮这块呢，强度是可以的，起码说啊，对于这种小的碰撞而言呢，不会太吃亏。一开始呢，心里面啊，就是会有一个大致的估算，毕竟我们已经拆了200台车了。对于这台车呢，我们也是有一部分的思路呢，会在于日系车、韩系车这方面可能会想比较多一些。他们的前防撞梁呢，几乎啊都是俗称啊2个破铁片的棍压式的防撞梁。但是这台车呢，我们在打开以后呢，一开始啊，哟，黑乎乎的一根防撞梁，双层棍压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啊，当一看侧面它的结构的时候，我都惊了。我光看这个结构和工艺，这个是个铝合金的。咱们先不说这个车个大个小，就说10万块钱的车，用料厚道的，之前拆的标致的，无论是508也好，还是什么雪铁龙的天也好啊，就算是特别便宜的什么308，也是铝合金的防撞梁，我觉得这已经是厚道的都不行了。对于这种10万块钱上下，并且还是一个 MPV， 对吧？并且呢，看上去还有点像奥德赛，连想都不敢想。拆完之后，哇塞，我一看铝合金的，我赶紧去上楼呼唤我们其他小伙伴。我说嘿，防撞梁是铝合金的，齐刷刷的起立下来，都来去围观一下。原本心里面是100%的会确定它前面无非就是一根双层滚压的形式，没想到会用到一根铝合金的防撞梁。材质啊，肯定是铝合金的会更好一些，无论是从减重这块来说，还是从它的吸能效果而言，包括说它的吸能盒也都是一个铝合金材质。但是我没有想到极其需要去缩减这种成本，并且它卖的很便宜。那种车为什么要用一根铝合金的防撞梁？我是有点没想通的啊，并且我们从侧面看，它是一个木字形的结构，有4个截面可以去支撑这个防撞梁更大的一些强度。我们也是测量完了相应的厚度啊，达到了一个2.61毫米。这项分数呢，满分是5分，它得到的是4分。吸能盒同样也是一个铝合金的形式，那吸能盒的长度呢是105.89，5分满分，得到的是5分，也是一个满分状态。并且有一个细节，大家看到啊，吸能盒和后面整个铝合金的吸能盒底座这块焊接是非常全的。很多车如果是那种冲压式的吸能盒，比较多的可能性，它的焊接是4个段，就是在每一个面上面它是会焊一小段，然后和防撞钢梁包括说后面的底座相连接。这辆车每一个边每一个角全部都是有焊接的痕迹的，所以说这种强度呢，这种侧面支撑也是比较强的。汽车而言呢，的确你要是经过相应的国家的强制的碰撞，包括说第三方的
碰撞，但是呢，碰撞测试啊，依然还是那种开卷考试的形式。但是我们说，对于生活而言呢，碰撞的方向啊，千奇百怪。如果说这车侧面发生撞击的话，吸能盒强度不够的话，还没有进行吸能的时候，就可能会进行弯折了。除此之外呢，也是会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看到这个大灯，它整个呢是一个分体式的大灯。我们这个是一个高配的啊，远近光都是 LED 的。这个4个呢，近光灯是在外面这个，然后其中一个呢是雾灯，最下面这2个呢是远光灯，下面这个独立的大灯是在防撞梁之后的。绝大部分的灯它是比较突出的低速碰撞，对吧？可能呢防撞钢梁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呢灯碎了，包括说后面的卡的断了，就是您只能换个新的啊。当然说呢，10万块钱的车啊，这个灯呢，理论来说啊，应该是不贵的，但是呢，还是会做到相应的一个额外的保护吧。从正面撞的话，一定是先接触到防撞梁，如果往后退缩的话，再去伤到大灯，这个的会对这个大灯在一个角度上面是有相应的保护的。说一下它的上面这个横梁吧，它的整个的水箱框架呢，它是一个全金属的形式，相对而言它的强度是非常强的，它的水箱框架甚至于比某些日系车的防撞钢梁可能来得更强一些。前面的防撞梁到水箱的距离呢是134.06，5分满分得到的是5分，这个距离也是很宽的啊，缓冲区域也是很足够的。发生了低速碰撞以后呢，你的水箱包括说下面的中冷器呢，可防御的这个距离还是会更多一些的。当然呢，因为这个车比较大嘛，所以说它前面还是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做这种相应的缓冲的。水箱呢也是跟小伙伴看一下，它一共呢是双层的结构，前面这块呢是冷凝器，后面那一层呢是整个车的水箱的散热，下面这一块呢是它的风冷式的中冷。然后呢就来看一下它的 ACC 雷达吧，这块呢的确啊又是那种生怕撞不坏系列，上下呢都是用一个金属的框架做相应支撑的，但是吧相对而言呢，这个位置会比中央这个位置呢好很多。按照实际的驾驶来说呢，如果说发生碰撞的话，这一侧碰撞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是因为呢我们是左舵的驾驶，人的本能一定是躲自己，基本上是以左边躲为主，这块撞击的这种几率可能会高一些。它的位置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偏下一点的，从前面呢也是能够看到的这一个雷达的位置。如果说前面有一个什么比较高的马路牙子，还是要注意一点。但是呢，如果说发生了车跟车撞的话，下面这个撞击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它的前面是有地儿的，它完全可以做到正中央，但是呢，人家为什么坐在了边上？就是因为人家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想到了这一点。如果说我们的节目啊有这个通用的工程师如果去看的话呢，我给你们出一招，做一个工程塑料，强度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发生碰撞的话呢，也不会对这个雷达有太大的损伤。这是给你们出一个主意啊。还有2个小的细节啊，也是我们当时在开这车的时候是没有想到的。第一呢是它的喇叭的声音，这个车吧还是那句话，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脑子里面呢总是有这种日系车、韩系车的这种惯性思维在里面，总是会觉得呢这喇叭一摁啊就是小破牌喇叭，很日系，对吧？很难听。但是这个车呢，它用的是一个双蜗牛的双音喇叭，这个啊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是锁扣，这块呢也是一个小的细节。你在开启的时候呢，你也是需要在驾驶室里面是需要去拉2下的。这种逻辑呢和欧洲车啊，就是最早我们发现是宝马引擎盖是拉2下，后来呢又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啊会去学这个。这车呢也是拉2下，这块啊是没有一个单独开的这个按钮的。这个呢我会认为啊挺方便的，因为2下过来嘣儿一抬就行了。锁扣这块呢会看到有一根线，里面呢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关，就会让电脑知道你这个引擎盖是盖上了还是开了。日韩系呢一般来说它会在防火墙的那个位置呢会有一个小小的开关，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顶柱啊，然后一关，把这开关一压，告诉这个车这个引擎盖关上了。像这种锁扣集成式的开关特别像欧系车的思路。第4代高尔夫，包括说4眼 Polo， 就那个时代的大众，就是这种锁扣集成式的开关，德国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单独开关的，所以说这种设计思路是挺像德国那种方式的。当然呢，这种锁扣呢也有缺点啊，就是如果说你在关引擎盖的时候老是这么大力的去摔，是有可能损坏里面那个开关的。所以说呢，无论是什么样的引擎盖，我都会建议大家不要去摔，而是
放下来，轻轻的一压，这个是最正确的关引擎盖的方法，行吧？前面呢，防撞梁这块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啊。当然了，前面呢看起来跟日系车的确相差甚远。你现在脑子里面呢，这个奥德赛这个芯儿啊，里面这点事儿呢，有点九霄云外了。现在呢，就到这辆车的后部看看这辆车后防撞梁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那么现在呢，移步到了后面，就看看这辆车后面防撞梁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后面的防撞梁呢，跟普通的那种防撞梁呢，看起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首先，它是一个3层冲压的材质呢，是一个热成型的钢，它的两边它是没有独立的吸能盒的，是和车身是一个一体的形式。像这种形式在低速碰撞的时候，它是比较吃亏的，对吧？防撞梁呢还是比较厚的啊，是有一定的这种缓冲的区域的。但是什么呀？可拆卸式的吸能盒，人家优点是什么呀？撞完了以后，对吧？我把吸能盒拧下来以后，防撞梁拧了以后，车的重量没事，把这个新的嘣儿一装，哎，我就行了。像这种情况呢，就是麻烦一点啊，我还得切，我需要把这块的焊点给弄下来，找一根新的装上以后的嘣儿再焊上，后期的维修成本会更高一些。它的厚度呢是1.55毫米，还好啊，厚度还行。在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呢，满分是5分，它得到的是2分。我们一般来说，低于1.2毫米就不能称为防撞梁了，1.55毫米还行吧，说得过去吧，算是。防撞梁的宽度呢是132公分，轮宽呢是183公分，占比呢是72.13%，5分满分得到了3分啊，这块还是挺宽的。从连接这块来说呢，就不能称为叫做有吸能盒的。后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吧。那么现在呢，就回到车前看看这台50凯捷在前后防撞梁的部分，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来总结一下这台50的凯捷在前后防撞梁部分的得分。那我们前后防撞梁呢，满分依然是61分。那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50凯捷的分数呢是35分，算是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了。哇塞，一看铝合金防撞梁，这简直就太超乎我的想象了。咱们不说法系，就是随便一个10万块钱的车，还是个 MPV， 我都没有想到会是一个铝合金的。对于50这个车呢，因为毕竟之前我们的大致概念呢是什么呀？神车是不是？秋名山等，这是被网友啊玩坏的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拆过一辆50的迷你 EV， 28800那辆小电车，那个当时拆完了以后什么样啊？虽然人家是便宜，是不是？但是东西在那儿呢。到这个车的时候呢，内心里面呢还是有点这种感觉，是不是？10万块钱，别的车您能买什么？飞度可能买一个高配也就10万块钱了，合资车也就买一个 A0级的这样一个车。这车是一个 MPV， 还是一个6座。但是呢，这车呢缺点呢也是有的，是不是？前面行人保护泡沫是没有的。然后后面的防撞梁呢，它是焊接在车身上面的，这个是它的缺点。除此之外，真的我觉得这个车包括一些设计什么的，真的就是还是那话吧，分呢就在这儿摆着呢。分数呢还是那话，会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里面呢会有相应的展示。如果说小伙伴呢想去看看更细的一些细的分数的话呢，小伙伴们别忘了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包括我们的网站3w.大飙车全拼.com。明天呢会跟小伙伴去聊一下这台车底盘的部分。底盘这块呢，总是感觉啊，奥德赛日系车是不是会更像一些呢？这就是明天呢想跟小伙伴去聊的话题。行，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冰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我们明天这台车的底盘我们再见。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